各位亲爱的网友朋友们，大家晚上好。你们都好吗？都好吗？师傅好。毕竟是网络哈，听不见大家直白的说话哈。我非常开心哈，我们新开通的这个 X 频道哈，这个真是非常方便的一个频道哈，有很多优点哈。那我们也是初步的一个尝试哈，和大家在这里呢能够进行这个语音聊天沟通啊。那么已经有一些排队的网友朋友呢，已经把一些有压力的问题已经抛给我了。那么过一会儿呢，咱们会现场抽你的问题哈。对，但是如果你有问题，你先排队写哈。对，可以留言。在哪里留言呀？对，在这边，它有留言有一个区哈。有个留言大家区。找留言区哈。如果你有压力问题想跟我说话的话哈，你就可以留言，好吧？你可以大概写一个大概什么问题。那我们觉得可以的话呢，我一会儿就会点你，咱们就对个话啊。但是呢，我们也是国有国法，家有家规，在这里我们也有规矩，好吧？有几个点呢，咱们是不可能聊的哈，比如说一些政治问题啊，我们在我们的这个网络上通常是不谈政治问题啊。虽然每个人都活在政治的这环境下哈，但是我们不是政治人员，我也不关心政治。这里都是排队的哈。对，他说大家给师傅问好，这是留言区。大家问好啊。好的好的。那就是说，如果你想一会儿聊天的话，你可以到这个提问问题那个地方哈。香客有提醒在哪里，点哪里可以留言。就是右下角有一个紫色的一个，就是一个 speech bubble 的这个地方。右下角有一个长一点的，像个胶囊药一样。那个东西点击之后就可以写你的问题哈。是这样的哈。你在这里点击要写的就是要真正有问题要咨询聊天的哈。才可以哈。那我再讲规矩哈。那如果违背一些规矩呢，那我们就不跟你聊哈，随时就会切断哈。国有国法，家有家规。那么其他的宗教问题，还有就佛教本身的某些，我觉得带有一定的政治性啊，带有很敏感的问题的时候呢，那我们也不会聊啊，避免的话我们会说错问题，让一些宗教人士很难堪哈。再一些就是比较时髦的问题呀、男女问题呀，这些我们都不聊啊。还有当代的政治军事问题不聊。还有啥不聊？还有我不懂的我也不聊啊。我就是直白的哈，我不懂，告诉你我不懂啊，不是我啥都懂哈。有些我是懵的啊，我也不是什么神人哈，就是很多大家的问题，其实我是连猜带蒙的，或者一点的经验的，还有些经验其实是我并没有体会过的一些事情啊。对，那也有的是听别人讲啊，我觉得有道理啊，才那么说，也并不是说你看你回答了一个很特别的问题，其实我并没有经历过，但是我是猜测性的回答哈。所以呢，跟我聊天也别把它当做一个很正式的一件事情哈，就是开心就好，好吧？我只是要的说给大家开心就好。那我的心理准备说，我和大家聊天呢，你也开心，我也开心，大家听的也开心啊。如果能够受启发的会更好，但是我也没那么高水平，也不可能让你开悟，也不可能让你真正受大启发哈。但是只是说，也有时候淡淡的想一点，说万一受点启发呢？尤其是给年轻人来说的话，毕竟我们活的年龄久一些，经历的事情多一些，所以的话会有一点点人生的小经验。当然了，新时代啊，新状态，并不代表我们过去的经验就是能够用于非常恰当的用于未来的青年人啊。我们说的问题仅仅是我们知道和经历的事情。所以我的心理预期并没有把自己的行为语言当做圣旨，你一定要好好参考啊，这无所谓，开心就好，好吧？开心才能开窍，开窍才能开悟啊。那网上有好多网友已经开始举手了，师傅举手了，要不要选一位呀？好呀，你来选，你来选。
公正起见哈，嗯，公正起见，你来选哈。好，我们来看看。哎，有一位这个叫林林的网友，师傅哦，林林啊，啊，这我们来名字不是男的女的，不管性别哈。好，他的问题看看咱哈。们开麦让他来说话好吗？师傅零零哦，对对对，开麦可以聊天说话的。是哇，师傅这太痛快好了。啊，哎，你好，你是？师傅好，我是玲玲，我今年20岁。哦，太开心了哈！我是第一次通过网络哈，通过我们可以这样的聊天互动哈，真开心。你60岁？ 20，才20，我还小3倍呢哈！20太好了，太好了！哎呀，真好，好年龄啊，青春年华哈！哎，您的问题请说一说。好，那师傅，我今年是20岁嘛，那我现在正在读大学，那我读的系是特殊教育学系。那其实我在生活中的主要的压力其实是源自于我在与人交谈这一件事情上面。尤其是我在与人交谈的这个过程中，我其实会特别的在意自己说的话是不是适当。那我很担心我说的话可能会伤害到对方，或者是让对方觉得不舒服，讲到对方不愿意说的一些话题等等。那其实这让我对于人际啊、与人交往这件事情特别的感到压力。那我其实觉得这件事情可能与我的性格有关系，因为我觉得我是一个对情绪比较敏感，并且观察力比较强的人。那我觉得我其实因为我性格的关系，我更能够感受到别人一些细节上的情绪变化。那我觉得我同时也是一个自省能力比较强的人，所以如果我觉得我说了不适当的话的时候，其实我当下我说完的当下，我马上就会反应过来说啊，我刚刚说的话不对了，我说错话了。并或者是透过观察对方的一些细微的情绪变化，去认知到这一件事情，我确实讲了不那么适当的话。那其实有时候可能是一些比较小的措辞不当，但是这种可能伤害到别人犯错的这种感觉，会让我特别的内疚，特别的有负罪感。那久而久之，我就变得不敢再随意的开口说话了。每说一句话之前，都要先再三斟酌过之后，才能把话说出口。那交谈完毕之后，也会反复的复盘自己在这段交谈过程中，是不是有说话说的不好的地方。那时时刻刻要提醒自己谨言慎行。那因为这件事情，我其实在情绪上变得特别的内耗，就是因为这件事情会一直在反问自己，然后变得心理上有一些疲惫的状态。那对于所有需要说话的一些活动啊，日常说话的这种交际等等，都觉得很疲惫，然后并且有点逃避的心态。那这其实也让我在人际上变得比较退缩了。我其实不太有勇气再认识新的朋友，因为我会担心我在不了解对方的背景情况和性格下，可能会说出让他觉得不舒服的话，并且我觉得我原本就是一个比较内向的人，但其实我在因为这样的状况，我觉得我变得更内向了，而且不爱说话。因为我觉得我说每一句话都需要反复的思考斟酌，这件事情其实非常消耗我自己的能量。那如果可能隔天有需要和很多没有那么熟悉的人交流的情况啊活动，或是可能有要去一个新的环境，我其实会在前一天或者是可能1个礼拜之前，我就会感到非常的有压力。那因为这个压力可能会产生一些情绪上比较焦虑啊、恐慌的一个状态。那由于我目前大学就读的系所现在读的是特殊教育学系的关系，我其实有点担心我自己身为特殊教育老师，如果我说了不那么适当的话，其实会造成很大的不好的影响，因为可能特殊生他们是更需要被关注的，需要更关注我自己说了怎么样的话
才不会给他们造成心理影响。那因为这一件事情，其实我对于说话的压力，又变得更大了。那请问师父，我应该要如何更好的调试我因为过度内耗人际关系和说话这件事情带来的这种压力和疲惫感，以及应对我的压力带来的可能像是焦虑啊、恐慌等等的情绪问题？以上是我的问题，谢谢师父，感恩师父。哇，这是一个很高深的压力哈，哎，我们现在说话不是圣旨哈，本师傅不是佛学大师，更不是说话大师，我是很内向的人，我就不善于表达啊。你看，比如说我经常见了香客说最近又胖了，你要吃饭小心呐。其实香可是一个很宽容的人，就他的心比他的身体还宽大。收到。他说：“师傅，我不在乎，我已经修炼到根本不在乎身体的问题，我在乎的是成就的问题。”哎，所以这个我听着就很舒服，对吧？如果说，但是你呢？我听到你的问题之后，我一听了之后坏了。今天我出错题目了，你有压力吗？不，你说这些话让我有压力啊！琳琳呐，阿弥陀佛，希望你行行善嘛。你为什么提这么难回答的问题呢？你的问题是我听的话就觉得，好像就是几天之前，如果说他比如说参与同学或者学校的一个活动的时候，他就提前就开始预设这个压力。是，尤其是预设什么压力呢？关于说话，你总要和人说话吧？说我怎么办？我怎么办啊？我该说什么呢？尤其有些人比较敏感嘛，哈，比如他针对一些，比如说比较特殊的学生，我们比如说特殊是，比如说腿走路不太好走，他也会敏感，对吧？比如有一只眼睛有点失明，他也有点敏感，或者有些个秃头也敏感。或者有人有癌症，你说话也要顾忌，对不对？还有，如果他精神有问题呢，你都没办法去顾忌了，因为精神有问题的人就分两大类，一种呢就是盲目的反应不过来，骂他3天之后，他觉得哦，他那天怎么骂我呀，对不对？这有一批反应慢的，同时平常呢就是脸色发黑、低着头看脚的人。那另外有一种呢，就是其实特别敏感，就是某些也就是所谓偏忧郁症的人呢，他敏感到什么程度呢？就是自己就是一个全方位比如说一部现代的就是无人驾驶车的话，有多少只眼睛往外看呢？肯定很多，不是无数只，总得有数量吧？前后左右36B 36多少个这种类似眼睛的视觉系统，对不对？但是一个精神通常比较那个紧张的人偏有点自闭的人来说，他有可能他的全身有72只眼，像孙猴一样，他就是完全就在乎到是说，你们有没有在贬低我？你说话的时候有没有瞧不起我？某一句话是不是一种叫做什么影射式的在讽刺我、打击我、压迫我，或者想把我赶走，甚至想陷害我？因为还有一种病叫陷害妄想症，对不对？他觉得有人在害我，说你们说话都在害我。你刚才看我的眼神的话，没有正视看，也就变成说我没有正视看你，我觉得也是在犯法，因为你藐视我。忽略了我。忽略了，完了之后和那几个人又说又笑，你们肯定在说我的闲话，开我的玩笑，对不对？还有你直勾勾看着我，完了走过来给我握手，说你觉得我需要你可怜同情吗？你为什么同情我？你为什么可怜我？难道我不如你们吗？对吧？是，这都是其实又敏感又不自信的表现。所以我们忧郁症当中有一些朋友呢，就是因为不自信所以忧郁，对不对？你觉得我长得丑，或者我有点笨，以后我读书成绩不如别人，你知道大家知道我小时候为啥忧郁了吗？笨嘛，自己知道自己笨，所以上不得人跟前，所以跟我交往的同学都是大笨、二笨、三笨，知道吧？加起来就是大笨、综合笨、超级笨。所以我现在一直坐车我都不会坐奔驰
我一想那个就笨不喜欢他。啊。所以我呢，我觉得我最喜欢的就是铃木。铃木，之前日本电影有个傻子叫铃木啊，铃木进三啊，所以我觉得铃木就比较适合咱啊。所以我看那个电影，开那个车就没什么压力。你坐那个大奔，就回想起来自己比他还笨哈。那琳琳这个问题呢，我觉得有很多时候就像人生有如一出戏哈。就是你哪里弱，就在哪里表现出你的人生的弱点。琳琳，你有点敏感。如果你过去说话比较直爽，但是因为你说话的直爽，可能戳到了一些人的软肋，对吧？比如说我刚才假设说我像可说的，这几天不见你又长肉了，我相信很多女生受不了，对不对？如果琳琳也直白的见你哪个朋友的时候，她真的最近变胖了，对不对？你可能就直白的说了，少吃点啊，你最近有点肉啊。很多女生会怎么样？那可能特别敏感的女生就不理他了，就不理，真生气了，对吧？真的，这什么女生啊？这家伙敢恋爱吗？这个完全得说假话，对不对？就有的人。那你说实话，那你作为你现在是女的哈，你作为一个女人的话，比如说别人说你和说你的朋友，说你最近又有点发胖啊，他真的这么说了啊，你又不是开玩笑，那你和你的朋友什么反应呢？我自己是 OK， 但是我觉得大部分人可能心里会不舒服的，不舒服的，对，就形同于你在骂我丑是吧？是，都想听好听的嘛。那好听的该怎么说呢？你明明有点肉，我怎么赞美你有点肉？哎呀，又富贵了，又富贵了。我觉得你再发展就是大象，越来越有福气了。到底是吉祥还是不吉祥？是吧？大象就是吉祥。吉祥。我觉得你最近苗条，你再发展下去，你就是一条美人蛇。那有点怪异哈。是。所以你说你说这个，我觉得我和琳琳遇到同样的障碍。那学佛的人都是是吧？不打妄语，就得说实话，对不对？妄语就骗人的语嘛，我们不能骗人，对不对？你胖了就是胖了，咋了？对，但是你看我说实话，你就会生气，对不对？对，我相信琳琳肯定说了这么多话，估计是不是？你还抹那么多防晒，你那皮肤还用防吗？都晒成这样子了，对不对？你再这么下去的话，对不对？你还有衣服可买吗？买不到衣服了，对不对？比如说胖的问题，对不对？是吧？你的脸色这样的，你还有值得去买染黄色的头发吗？但是话是直白的话，而且是真实的话，对不对？对。所以佛让我们说真实语，所以我相信琳琳是个佛教徒，人家说的是真实语，咋了？我支持琳琳，我觉得我就像琳琳他爸，咋了？好，我们琳琳有信心了。但是有信心说实话就得罪人了。他确实，所以琳琳，很多尤其是女人哈，你要给她说假话。为什么很多女人上当呢？她喜欢听假话，所以她有点胖。如果女人忌讳胖，说胖啊，说身材问题的时候，咱避开这个胖，对不对啊？咱说熊猫，是。也不行，说他的优点，说优点，咱不说身材的问题，对不对？咱说天气是，对不对？说天气，说咱们共同认识的张同学、李朋友，对不对？对，说他们的一些什么趣闻呢、趣事啊、有意思的事儿，是不要议论身材，对吧？你在乎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工资收入，对吧？任何国家每一个人，不管穷人富人哈。如果是一个踏实做人的人，其实不希望你来问他的收入，对，这算对不对？隐私了，除非是说，因为比如说有些非常重要的、严肃的调查，你必须要写，必须说，这是工作或者是某种需求的时候要说，但是聊天之中是不能说的，对吧？但是我看很多女人婆婆妈妈一起聊天的时候说，最近你老公收入怎么样？就好打听。也有人他不问这句话也难受，对不对？所以呢，回答的人难道就是实话吗？你听到了，就难道听的是实话吗？
一般也不会说实话的。所以，琳琳很多哈，尤其是无论今天说，无论他是什么性别哈，男人也好，女人也好，我觉得大家不要忌讳的话题，第一不说，第二说就赞美，对，这个不叫打妄语，这叫人性，要顺应人性来说话，你才会有朋友。你要说我就不打妄语，我就实话实说，你就没有朋友，因此而痛苦。你这种压力哈，你这种压力的话，因为我没那么敏感哈，就是我倒没这么大压力，我已经这个可能已经练就了麻木的状态了哈，还可能你有个学习的过程啊，所以不要议论大家比较敏感的话题。还有哪一类敏感？你说？比如说，正好人家婚姻不顺，对，就别提爱情观念问题。哪壶不开，别提哪壶。没错了。这家孩子有点残疾呀，读书有点笨呢，就别图这个孩子教育问题，对吧？你知道的情况下，还有的，你听到人议论这件事情的时候，你的发言都是打一个擦边球就过去。有时候聊天并不是真理。对不对？人家并不希望从你嘴里说出一个真理来，是对不对？这毕竟不是科学探索哈，那就是家常聊天的问题。所以很多人并不希望从你嘴里说出了真正的人性、真正的科学道理、真正获得诺贝尔奖的那个科学题，对不对？他不需要那么严谨，就是说快乐就好了。就是还有一种不需要快乐，应付一下就过去了。所以也没必要给自己那么天大的压力。在见人的时候怎么办呢？可以说，过去在打仗的小说之中说，遇水搭桥啊，水来土掩啊，这什么意思呢？哎，车到山前必有路，就无所谓，你别把它当回事儿，你才能自在。就是一件小事情，我觉得很容易的事情，比如说中午去吃面条，这很简单的事，对吧？是。现在开始有人很庄严，穿着西装跟你说，中午咱们要吃面条。他瞪着眼睛跟你说的时候，立刻觉得这到底是吃面条还是吃面条啊？不知道该怎么办，就紧张了，对不对？对。哎，所以我们别把这一个普通的事情变成一个就觉得好像天大的事情。是啊，还有一个懂得人性，人在正常聊天之中，每个人并不希望你说实话。但是更希望你说了一点赞美的、敬佩的话，尤其是女生啊，女生特别好面子，对不对？你看没有几个男生化妆的，除了李什么之外，那女生几乎都是挣了钱之后还不挣钱的时候，小女孩就开始拿着那个饼干往脸上抹。是的。啊，饼干粉饼啊，拿着粉饼往脸上各种各样的粉，对不对？你像天性都没人教他就会，对不对？趁妈妈不注意，拿着妈妈的唇膏往嘴上抹，对吧？你有女儿的，你就知道这个感觉。这就是说，女生更爱的是一个外在的美，虚荣的，对不对？哪怕今天我脸色气色有点累，有点泛黑泛黄哈，我洗干净之后抹点粉红，像小苹果一样，小嘴唇抹得亮亮的，有点红润感，就其实想告诉别人我是美的，对，我是健康的，是，这就是天性，对不对？对。所以女人不需要真实，只是美，我听着心里美就好了。所以说话就除了报户口之外哈，就别说实话。买飞机票要说实话，对吧？你不拿身份证买不了，对吧？在聊天之中不需要真实的实话，所以你也没必要有这样的一个压力啊。所以人聊天之中啊，一种叫正式的聊天，你比如说你找工作，大学报到，你提供的所说的话，通常是真实的，对吧？对。性别、年龄、出生年月，在哪出生，对，甚至填表，对吧？这个不可以乱来。是啊，或者你的上司领导问你这些话题的时候，你要正式回答，不能开玩笑。这叫正式场合。那这个非正式场合呢，这种就是与人接人待物的聊天之中哈，就不需要有点闷哈，就不需要那个那么严谨的，非要说这个事情的真相。是又不是个案件，干嘛说真相？对，对不对？他胖，
你作为朋友说提醒他，除非你们关系好到了值得说他不生气，对不对？如果没有好到那一地步的时候，你还是用客套的方式，顺着人心说话，就是我胖或者我丑，但是不允许你说，对吧？我儿子不争气，不允许你说，对，我老公不争气，不允许你说，是不是啊？我一个腿长一个腿短，不允许你说，还不能往上撩这种话，知道了哈。所以有很多正常社交中的语言，其实都是虚伪的语言。这个我们不是把你变成虚伪，但是人需要这种虚伪的赞美的语言。笼统来说，这叫社交语言，是吧？没必要给自己这么大的压力，好吧？那还有呢，如果你学习的是特殊教育哈，对于身体精神特别的人来说，更不容易对付。是啊，他们就一个比一个敏感。对，因为你看我腿有点残疾，我不如你们，对不对啊？所以我心理上会有点变化，我和你的想法就不一样，对不对？我两个耳朵都听不见，我和你们都听见人不一样。你们说话的时候有没有这个事儿？你是不是在讽刺我？所以当身有残疾的人，他更敏感，再加上精神敏感的人哈。对，所以遇到我觉得如果你想解脱的话，你不要做这个特殊教育的职业。想改变你哈，第一个听我今天这么聊了哈，还有一个呢，我建议呢，去学着做销售工作，这是好主意。做销售，你看你一做销售，不管你是卖啥，卖鞋、卖菜、卖衣服、卖帽子哈，对，那你那个要说那些刚才说让人不爱听的话，你还能挣钱养家吗？肯定卖不掉东西，对不对？卖掉东西的人都是把那个客人哄得很开心，但是又觉得你很实在，才能够来掏这个钱买东西的。所以你要想锻炼出说话来，跟我这一番咨询来说，我只是给你指条路，去学做销售。我是觉得林林还是有销售的天赋的哈。对，还有呢，学习一些人哈，在工作生活中接触中哈，有些女人是非常会说话，就她说出话来这个内容哈，很多人是比较喜欢开心的，但是大家也没觉得她说假话，对不对？这叫会说话，说话有水平，这样去在你生活中去找这样的人，你再看人家说话的时候，你去学习模仿和研究一下他们说话的这种感觉，我觉得就能使我们进步哈。我不知道我说的这些话对琳琳是否有一点点帮助哈。琳琳听到了吗？明白了，感恩师父。其实师父，我在我的压力点其实是我就是在思考的过程中，就是师父刚才有说到，可能这个人他胖就不要说他胖，可是在他胖之外，我可能会想要思考说他究竟是希望我要对他说什么，例如说说他越来越有福气了，还是说他可能会觉得说称赞他有福气其实是在暗指他的身材，那我应该要称赞他其他的才华，例如说他很会说话，他的做事很有条理等等。那其实是这一个思考的过程中让我很有压力，因为我并不知道他精神上的究竟对哪一个方面是敏感的。你说的对哈，我想到你说你的这个问题让我想到一个傻瓜谈恋爱的那个电影故事啊，在电影之中有一个年轻男的哈，他爱上他老板的女儿那这两个身份的之间这个差异哈，这个男生就是个穷小子从乡下出来的，家里确实没有钱，这个女生呢又是在城市长大，又是大富大贵的哈，所以他们之间能说什么呢？但是这穷小子就追到了这个女生，等他办婚礼的时候呢，主持人就问：“大哥，听说您家乡哈，在这个宜兰乡下的山区，对吧？听说您这个父亲也是英年早逝，所以光剩下母亲的种几亩地，所以家里还是挺贫寒的哈。那您怎么追上了我们总裁的
千金呢？你是用哪些技巧啊？是不是你很聪明，很会说话？这个男生说：“我不会说话。”说是说话又慢条斯理，还红着脸哈，还害羞，一说话就害羞。说那你用什么来打动的我们的大小姐呢？他说我没想打动她，我只是很真诚的和她在一起。他就这样说了。当然他也不会给他说你有点胖，你皮肤有点黑，也不会说这些问题。他只是很尊重他，你让我去做事，我一定去做事。啊，他说你的问题呢，我的女朋友就是现在要结婚的这个太太了哈，好几次都问我，啊，说你要靠什么打动我呢？你喜欢我哪个部分呢？是身材呀，还是钱呢？还是我脸蛋啊？还是我的智商呢？这个男生说，我不知道，我一看你就喜欢，你总出现在我的梦里。这个好。哎呀，这姑娘一听差点跪下，天哪，你就是我天然的老公啊！行了，别说了，其他事儿老娘都包了哈，是吧？你就只管爱我就好了。这我觉得时代人有时代的命，是吧？你琳琳不用想那么多，你不要变成判官一样说，一定给人家打一个，说你这个身体部件哪一点是好的，有必要吗？你不是一个机器检察官，知道吗？你也不是个人体检察官，你不一定非说他哪里好和哪里坏。正常打招呼，像我们邻居见面一样，老外就是哎呀，今天天气不错呀，你气色很好啊，希望你有一个快乐的一天，就过去了。干嘛说身材啊、长相啊、老公啊、什么相貌啊、钱呐、对吧？都没有一句是正经的话。轻松一点，轻松的，对不对？就过去就好了。你不需要你，因为你的这种思维方式就变成你就像形成一个医生或者特殊学生需要你照顾，一定要赞美个具体的问题，没有必要。不要给自己这个压力。谁让你讲这个了呢？这叫做不会说话。不要去评价他哪里好哪里坏，是吧？是。看你这个腿这一段有点长，没必要。我们不是研究人体的医生，对不对？对。也不要说你的腿短，其实也不难看，没必要说。那我非要说夸一个说你眼睛有点大，有必要吗？你眼睛大小腿长短与我有啥关系吗？对不对？就不要说这个，对不对？啊，你说最近的咱们台湾咱们流行的衣服啊是哪一种啊？你净胡说八道一些，可能与他的身体、与他家庭、与他智商没有丝毫关系的一个话，并且就是没有话别扯话，就打不过就跑，不会说就离开啊。但是你可以学着说一些，沟通一些没有必要、没有意义、不会给人带来伤害的语言是可以的。你没有必要非要给人下一个评价性的语言嘛。所以琳琳还想给人具体评价呢，我建议这个要取消。你是不是取消了对对方的评价，你是不是就没话说了呢？你说，哎，我最近喝的可乐还是口味不错的，是吧？你转移到一些无所谓的话题上去，对方懂的人就知道了，说，哎，其实就是没话找话，就是这样，这是我认为的。琳琳，你说吧。明白了，感恩师父。真明白假明白啊，没关系了哈，不要给自己逼入自己说一定要给对方评价哈，没有必要。你也不是这样一个身份，说实在话，你就是一个精神病的一个就是精神科的医生的话，也没必要做出这个评价来，也没必要让病人不愉快，好吧？所以不要做这种评价。不要对像卖猪肉一样是这块腿比较好，那块肋比较好的，没必要。这一定是一个错误的一个说话的方向的选择哈。所以不要去做这个评价。那么第二个，很多青年朋友来说哈，还是有点年龄的朋友呢，我觉得有一个概念呢，就是大家不要以为说他们做的不对，我一定去说他们、教化他们，是为了他好。总想为人师表的人，总叫人讨厌。这是我深深的一个体会。所以我也不想做直播呀，
我知道我说话也很多人很讨厌我呀，但是我现在上了这贼船了，是吧？我是不说不行，别人说这个的时候，我就心悸，我就心乱跳。我说爷爷可怎么办呢？啊，谁让你不把我生成个哑巴呀？哈，所以这我就没办法啊，所以我就直播，好在你不在我面前，对吧？在面前咱们就吵起来了，可能就。对，通过网络直播有点距离还是好的。对。但我觉得师傅讲到一个点，就是真诚待人很重要啊。其实琳琳，我觉得就是真是放轻松，本来就是朋友之间的一块交流，朋友交流的时候其实就是一种陪伴哈，带着真诚的心，聊到了有共同的话题，那我们就聊哈，聊不到共同话题，就像师傅讲的，那就不用说刻意的去找一些话题来聊啊，就是所以其实心态还是蛮重要的。没错，没错，就琳琳不要紧张哈，其实琳琳跟我们在直播上跟师傅这样对话，我们感觉还是蛮好的呢。对啊，师傅，他因为可能也有这个天生的比较坦率哈，比较率直的人哈，对，也就是这个世界，咱们总结一下哈，这个世界，我们如果作为一个普通人的时候，世界并不需要你说实话。你说实话就让一些人不快乐，这是何苦的事情？对，但是师傅这番指导，刚才我们有个网友听了也很就是觉得很受启发。这是静娜网友他说：“师傅你好，弟子就是一个直筒子，不说真话就不会开口，经常说出去的话就像厕所里的石头，又臭又硬。然后女儿有时候想跟我聊个天，我就是话题终结者。女儿就告诉我，她只想聊个天。”不需要给答案或建议，他只需要一些情绪价值。他告诉我别太当真了。后来我和他说话，都有压力了。我也一直在改变自己，从多听少说开始吧。我觉得他这个回复哈，对我们都是教育。我觉得金娜的这个女儿呢说的，反而是一种很高境界的一个心理需求哈。他想跟你聊个天儿，就是放松一下，是亲人嘛，对不对？并不需要你给一个确定的答案。也并不代表说你一定要评价我的说话的对错，对，没有对错，只想诉说而已。那你作为妈妈呢，就作为一个爱心的倾听者而已哈，不需要给一种决定性的评语，对吧？所以我还有一个问题呢，在有些朋友和家人之间也没有对错的这个差异哈，但没法说对错，也没法说真理啊。所以别把这些我们聊天的语言就当做一个天大的事情来看待哈。那就谢谢琳琳哈。那我们的评价和引导呢，其实我觉得我们俩都有共同语言哈。其实我给人说话也是有压力的，但是呢，通过修行呢，我慢慢就是咋表达了？突然有个神说：“别说，谁说我也得说。”别当成什么正事儿来看，轻松的和人说话，如同就像我们的呼吸一样自然，好吧？无非改变一下一些技巧，就是让人快乐，或者是自然就好。还是说我说话就是不能给人快乐，那就自然就好，好吧？所以我们刚才已经找到了重点了，不要去评价这件事情，不要去指导这件事情，请记住这个，不评价不指导，简而言之就行了。感恩师傅。好，谢谢琳琳的问题哈，谢谢。希望你一切都好啊。将来找到好工作，找个好男朋友啊。收到了，谢谢了。感恩师傅。哎呀，压了我一身汗出来。我跟你姐一样的，把我自己搞一身汗出来。出汗也是一种好事儿。连汗都不懂得出了就完了。那师傅，我们还接着再请第二位网友来跟师傅聊聊天，可以，好吗？一喝两口水。好的，那我们也在网上找一找哈，来香可看看来看看。
哦，这位 Cooper 网友，我喝的水呢是菩提普洱茶啊，又能减肥啊，又能减肥，又能减肥，又能长寿，还长寿，还长寿，这减肥就长寿了嘛？对。哎，师傅，我们线上有一位 Cooper 网友，他也想跟师傅就是请教一下他关于压力的问题。好呀，好，Cooper。哎，Cooper 师傅好，哦，我叫 M Cooper。你好，你好。师傅好，师傅，我在工作上面对着很大的压力，可能让我先跟师傅说一说我的工作状况。我今年1月份的时候加入了一间水耕种植蔬菜的跨国公司做销售，公司有在香港、泰国和新加坡，然后我们也在另外中国一个部分自己种植。新加坡的公司在去年刚刚成立不久，之前的人都已经离职了，所以我现在属于一位最资深的员工。原本应该是做销售的，但是因为公司成立不久，所以老板就让我也做营运啊、采购啊、生产部门，所以基本上我大小事情都要管理，导致我不能做销售，不够时间去做销售，然后营业额也不怎么理想。但是老板又时时催促我要我的销售成绩，搞到我觉得压力倍增。因为老板本身是一个要求非常高的人，他也会要求事情要尽快解决。比如说，有时候我可能3更半夜需要回复他的简讯，周末也要完成周日没有完成的工作。有时候甚至他一通电话来，我就需要尽快的帮他处理事情。曾经有好几次接到他的电话，感觉心跳加速，很难呼吸，导致自己会觉得有点焦虑症。办不完的事情，我晚上就睡不好。所以，很想请教师傅说，其实我很喜爱这份工作，但是因为然后这份工作也让我学习到很多东西，让我有发挥的空间。但是因为工作的压力较大，所以我有点担心长期下来会影响到自己的健康。所以想请问师傅说，我该如何调整自己的心态，让自己能够保持平静，然后不被这个焦虑困扰？感恩师傅。有个很好的问题哈，Cooper，那你的这个公司呢还挺好的哈。老板就是我的思维哈，也是一个你也轻松的听，也不是什么真理哈。因为我也没有老板啊，就是你老板呢，有事儿没事儿都找你解决问题呀，什么事情都找你的话，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说他的员工可能不太够，这是现实问题哈。为什么都找你呢？就是因为员工不够。那么第二个问题的话呢，老板有事儿都找你，其实是你的好运就要来了。那人在用人哈，在觉得说你是个挺好的人，有事情找你通常的话，这样的人成为员工的话是要被提升的，或者被得到重用的。那我听到说几乎什么事都找你的时候，就说明他想让你做管理。但是你自己还有销售的压力，那也请你记住，你老板的话，如果他有点年龄的老板，他很清楚，那新创业的公司头2、3年通常这是铺垫花钱的时候，但是也能卖东西，但是不可能赚得了钱。所以呢，你现在抓住重点就是说，老板找你，你就好好去做，好好配合。他是希望他的公司综合性的铺垫要稳当，要顺利的往下走下去。而老板应该这个时候追的不是现在的营业额的问题希望你能够理解。但是我也希望说你的老板也是这么想的收到。对，所以老板什么事都找你的话，是你的好事，是你的好消息老板是很重视你。收到，师傅。你要知道，很多人在很多公司工作很多年就是他的大老板从来没理过他。如果有一次能理他，他已经得激动的，他是吧？激动的屁滚尿流的那这个你老板总找你，我还是认为老板还是比较欣赏你的
你得到老板的这个赏识哈，那前途在这个公司是无量的啊。感恩师傅。那理解了。Cooper 也是有没有跟师傅学习禅修？有哈，那有，你看我们很多的这个同修来跟师傅学习了以后，身体健康啊，能量增加呀，哎，就会让我们更有精力的去面临更多的这样的工作的要求。就是 Cooper 有没有时间？哎，每天花一点时间来做禅修？老师，因为近期的工作量真的是太大了，然后有时候做到很晚，就没有时间去抽时间做禅修。你就是没空修也没关系哈，关键就是有个心态，你不要把这件事情当做是人生的压力，你要当做这是人生一个自在吉祥的时候来了啊，这是你的好运来了啊。收到师傅，师傅，其实我时时都有记得师傅说，我们时时刻刻要保持就是正面的思维跟正能量，所以我很多时候都会把这些正面的思维带去工作上，所以很多同事们都很喜欢跟我聊天，他们都就是我跟他们说的东西，他们都会好好的去做去完成。所以老板他欣赏你，因为欣赏你，所以什么事都找你啊。我没做过老板哈，但是我跟前一起工作的我们的同修同事呢，这个人比较好说话，比较随和，懂得又多，所以我有什么事我就找他，啊，那当然了，他给我配合的也比较好，也是哈。那我觉得，因为你能干，我也放心你，所以我有事我就找你。比如说，那你是一个不好说话的人，你能做我也小心说，我说话你不要生气吧，对吧？过于敏感的人我就不敢找。是吧？一个比较好说话的人呢，你找他去谈个事，帮你解决个事情的时候，他没有更多想法，好吧，我会我就帮你去做。那有的人说你这为啥？你为啥找我？你告诉我说个明白，你为啥找我啊？那么多人5、6个人，你为什么非得找我？你不说清楚，我不去，是吧？你这个就很麻烦了，对吧？你很多时候其实没有这种理由，就是综合下来的一种感觉，觉得你是一个很随和的人，所以呢，我才有事儿去找你，但是你就累了呀，对不对？但是如果你是老板的话呢，你就会，就是你这个经常被找的人就容易提升啊，就是这样。那老板根本不理你的人，你提升是很艰难的，所以要能够学会解读这个哈。那所以 Cooper 呢也是说，因为你学了这个禅修之后，经常把很多正念正能量呢带到你的工作和接人待物之中哈，其实让很多同事都很喜欢你，都乐意跟你配合。我觉得这一点啊，我觉得至关重要的因为你增加了很多亲和力和魅力。感恩师傅，收到。师傅，我会继续好好努力的修炼。感恩师傅。我告诉你，现在是好运来了哈。收到，师傅。恭喜你，恭喜你。谢谢师傅。好，谢谢你的问题。谢谢感恩师傅，也谢谢 Cooper 哈。好的。哎呀，那师傅我们再看看吗？网上还是对，好多人在排队着，有好多人在排队着，想跟师傅聊天。我们看看他们的留言。好。好，来，这个师傅随意选一位，我们看看。都是有留言的是吧？对，这一些都是在申请开麦的，然后有留言的看申请开麦。对，那就选吧，那就从这儿选。师傅可以从这儿选看看。行吧，我就乱点吧，因为我不知道他是什么问题哈。先看是哪一个。好。来看看谁是下一位幸运的网友。
这个吗？师傅，哇，这个是谁？这位叫啥呀？小丸子，我们小小丸子小丸子网友，小丸子，请开麦，小丸请子。开麦，你讲讲你有什么问题啊？师傅好哎，你好，你好。我没有想到会选中我，天哪！没事没事没事，你先静一静，静一静，静一静，看看你有什么问题吗？还是想随便聊一聊？就想跟师傅聊聊天，因为觉得听到师傅的声音就，很有安抚的能量，因为我们这边是凌晨4点。哦，凌晨4点，这是什么的国家？我在梦中听到北美西岸就醒来了，然后我就在北美呢哈。好的好的。半夜醒来的哈。先想想你的问题。是这刚醒来嘛？你就看你的问题能想起来吗？我之前是一个有抑郁的人，然后跟了师傅开始修行了之后，我的抑郁症就已经康复了，所以特别的感谢师傅，因为佛法和因果之后，我就想通了，以前放不下的事情也全部都能够放下了。很棒很棒，恭喜你恭喜你。然后虽然学习了因果，也有修炼，但是平时回到现实生活中，还是会感受到一些压力，从工作上也好，可能父母那边也好，或者身边的朋友也好，虽然知道一切都是注定，都是假象，但是还是会比如说爸妈还是会想着说，你怎么还不结婚？这些，然后会有一些这样子的困扰，包括我特别跟前面那一位Cooper 有共鸣，还有第一位在前面那一位也有共鸣，就是我觉得我自己讲话也是有时候有压力，就是可能太直接也好，人际交往这方面，就是在做事情的时候，我就是有时候考虑不到一起工作人的感受，我可能直接的就指出了对方的问题，然后导致对方非常受伤。虽然我事后总是忏悔，但是我这一点总是改不了，就是讲话之前其实应该思考个一下。所以得到师傅的指导，感恩。我想这问题也不轻哈。其实就是表达的方式问题。就在工作中的话，那有问题，那又不能不说，对不对？那不说的话，就是一点责任心没有。对，要直白的说吧，对方挺受伤。对。怎么婉转的说？他有一些这种说人的经验哈。我觉得第一个经验呢，就是说，对方有问题，别对着第三者说。是。就是比如说，坤提，你这有些问题做错了哈。那我如果在企业之中的话呢，就我跟你说的时候，是把你拉到一个没有其他人在场的地方。还要稍微客气一点，姐。有个小问题，我不知道能不能说呀？别人不知道。什么问题啊？说你看那个地方本来是个感叹号呢，说你弄成问号了。你看看是不是这样？我这么听着觉得特别容易接受，师傅。就是你自己一看，是这样，我真点错了。是，对不起啊。你别多想哈，我是看见了所以我才悄悄告诉你的。主管都不知道。那你这样就是变成私下的一个交情的感觉，而且是为我着想啊。还同样这件事儿吧，比如说这是做了7、8个同事员工是吧？喂，坤提，你听说你是博士对吧？你看看标点符号你都不懂吗？你说这个后头应该是问号还是感叹号？你自己看。哇，这一听了之后，这眼泪要下来了。就像来责问的哈，来责问的时候，对，第一个你的说话的方式，第二个是语气，第三个尽量不对着别人，对，但是还要表示你的谦卑，对不对？你比如说咱俩年龄，我比你年龄，大1、2岁啊，其实大很多岁，
那我们说话的时候有一种敬称的感觉，因为我给你提意见呢，所以我把身段要放低放软，对吧？是我给你提这个意见，你还不能生我的气，你还觉得我是很好心的，对，对吧？嗯，所以第一个就分什么场合说，第二个语气，第三个选择要把自己的身段放低，对吧？当自己很自信，身段很高，是吧？我爸是董事长，咋了？我就说你怎么样，我踹你都可以。你用这个心态的时候，那说一个人就跑掉一个人，是，就是这样，就得罪死人了。嗯，所以还是这个要我的这么一个经验哈，那供我们这位小丸子哈，来这样来稍稍给你提个这么个醒吧。因为我也是不会说话的人。我觉得特别受益，师傅，我刚听师傅讲了啊，我也学到了。对，有个低神态的感觉。你看在我在看中国那些有些卖货带货的那些人哈。因为你看，我们去那个，因为我们自己有这个Facebook 那个账号嘛，所以我经常我也看我们的留言呐，朋友们的留言哈，建议啊、来信呢，我都会去看。看着看就跳出来人正在直播卖东西的是不是咱们的哈，是别人的，也有卖天珠的、卖宝石的、卖裤子、卖肉都有。对，人家就可会说了。有一个老人家。那个人，整个头发都花白的，所以我估算他的年龄最少65岁。上面来的这些来宾女的呢，说姐，还都是这么叫。所以我一看，人家叫姐的人写我18岁，你把我叫老了吧？但是也开心哈，姐，敬称，姐，今天你来还买1两都可以。你买1两我送1两，好吧？你就是在关怀了小弟所以我一定要报答你。你看，这么一听，对方就很感动。是我买了1斤肉，你送我1斤肉，哇，太开心开心！叫姐就叫姐吧，对，还做了好事儿。人家叫姐不是说把你骂老的意思，是尊称，对，是吧？那有的可能和他年龄差不多，你也叫姐。那中国人把你这样叫往高里尊称的时候，是一种尊重的意思，对不对？所以美国人说要把奶奶的叫小姐，小姐，你孙子几岁了？有这种感觉，对不对？这哪个国人都懂得叫敬称敬语，对不对？是，有一种尊重对方的称呼、称谓和语言，而把自己身段放低了，你看你的买卖就好做了。对，所以我就说呢，我们如果去学做生意、去做销售的话，你自然就学会说话了。你说话太狠了之后，没人买你的东西啊。是，所以你自然你要学着怎么样赞美的对方，把自己放低了，是不是啊？你能够，所以我记得是我父亲还是谁说的，话有点猛，我就不会说话。他有一天你学会让自己从心理上，你学会了做孙子，你才真的会做爷爷。做爷爷是指今天你需要钱财的时候，你要说话要柔软，对吧？要恭敬，你把自己放低了你的身份和地位，对不对？你不要说大爷，我是大师，或者就是爷爷，或者我是董事长。这时候当有这种权威的这种身段意识的时候，你说话就有命令，对不对？对。但是我和你配合的时候，其实我想让你买我的货的时候，我都是对你尊称和敬意的时候，对方听的就是舒服很多。对，所以说大家的一个把自己的心态你调成你是啥。你在工作单位之中你不是检察官，你不是质量检察官，对不对？如果你不是这个身份，你的同事有做错了，甚至你的主管做错了，但是你又不负责任，对不对？这个时候就是你的态度是什么？你不要说怎么样，你工资还比我高，上次还瞪我，对不对？上次还骂我，还差点把我炒鱿鱼，怎么样？终于让我抓住你的3寸了，对不对？我非给弄死你。这次我非得报告董事长，我一招把你搞死。就你不要有报复伤害的心，对不对？结怨。你还要把自己放的低身价、低位置，是不是啊？这个北方人，有些北京人说我是爷爷和孙子，就是你的身份的意思。叫爷爷就是我是老大，我在家里头大家都得听爷爷的，是不是啊？是。但是如果是孙子呢，你们谁都可以指挥我，谁都可以骂我，对不对？那你是销售的话呢？做销售的，你把自己放成我就是孙子，我就是孙女，可不可？你们都是我的姨，都是我的
大爷都是我的爷爷，我给你敬称敬语，又怎么样呢？我买卖做好了呀，对不对？你说你那么高大，最后变成了烈士，我呢最后发财了，还活着，对不对？是，所以把自己放低了哈，比较好。我们这么说，你们会觉得这么俗呀？这是什么师傅啊？我跟你说个有名的师傅哈，中国有个老头叫老子。老子说：“孩子们，你们出去闯江湖，叫人给国王给赶回来了，对不对？你知道你犯了什么错误吗？”他其中有个徒弟和国王聊天啊，他觉得国王太粗俗，说我师傅是老子，所以我教训你们几句。他跟国王直言相见，就把国王贬低的时候，我他妈杀了你。最后大臣一劝住他是老子学生，老子学生，你杀了他之后，这个名声太大，压力太大，你就成了千古罪人，千万别杀他，杀谁也不能杀他。啊，最后活着命回来了。他就如实告诉老师了。对，这老子就讲了另外一个道理，说孩子们，你们看看，你们想人类这个嘴里头哈，你不是靠说话吗哈？请问舌头留在嘴里时间长，还是你的牙齿？说牙齿先掉啊。对呀，你看舌头那么柔软，它伴随你的生命永远掉不出来。你的牙齿因为坚硬，所以早早就掉了。明白了。有一个人说：“不高尚，太恶心了。”这个比喻，因为我总看一些老头的吐痰哈，他说：“你这个比喻的东西能不能高大上的？”说没有，就这个版本，我想不出别的来，爱听不听啊。这个话就流传下来了哈。这柔软的老子，大家都中国人都佩服啊，对不对？中国哲学思想的老子就是一个集中了中国思想的那个精华包，就是中国思想精华包就是老子。所以老子的言论就代表中国最高智慧的东西。说柔软办成大事儿。用柔软的方式哈，就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啊。那坚硬的方式呢，就是没事找事儿，没事挨抽。就是非得说话刺激的让人抽你、揍你，跟你敌对，对不对？对。所以用柔软的方式，才能促进友谊，促进友好，促进沟通，促进恋爱，促进做成生意。是吧？两国哈都各自准备了几十万大军就要开仗了，有很多高人哈。如果真爱这个国家的话，国王也比较善良的话，有些老爷子出来了，尤其是一些道士，哎，国王不用忧虑，你看，如果咱们把军队开出去了，咱们20万军队不知道能活着回来几人呐？过去说这10人征战，9不回呀。就是9个人回不来的，这多大伤害啊！还有政府要出很多钱的，死了的得有多少安抚金，还有家属孩子，你都要政府就得养啊，要不谁上去给你打仗，对不对？是。还有的没死残疾了，腿动不了，手臂砍掉一个，政府每个月都发工资得养他呀，他没法种地，没法开车了，对不对？所以打仗打的就是烧钱呐。所以有个修道的人知道这些东西，说国王，您是个爱民如子的人，所以我才下来帮个忙。那国王说，你是用什么妖术啊、道术啊把敌人杀掉吗？不是，我就用我的心和嘴就可以了。那怎么办？我就跟他们谈判，要带几万人去啊？说我一个人，或者我带我跟前的一个童子去就可以了。牵着一只鸡，不是鸡是鹤啊，脖子长的那种鸡，牵这个鹤就去了。通常养了1个礼拜，养的又白又胖，回来了，问题解决了，不用打仗，不用打仗。咱们开了双边的贸易，看我们这边出麻出丝绸你们那边有黄金、有沙子、有建筑材料，咱们互相换，这多好哈！是，对不对？还用打仗吗？明码实价进行交易就好了，对不对？劝说你和对方的国王结拜成兄弟，兄弟哪有打兄弟的？对，像这好事儿，就不但1分钱没花，还赚了钱呢，是不是啊？咱这一开贸易，咱们国家这些蚕丝绸都能卖出去换钱了，对，这多好呀！成朋友了，对，成朋友了。你看，3寸不烂之舌，加上一个慈悲广博的心，对不对？
就免了一个几十万人死亡的这么个灾难，对不对？而人民还都变成富裕和和平，这多好啊！所以善心善语哈，真的就是拯救了世界。你多交多少朋友啊，对不对？对方光无非你就赞美他，你该施舍的地方要施舍出来。对，这就是佛教大家做人做生意的方式，叫多舍多得。其实佛教了我们很多绝招，只是我们解读而已，对不对？是。对方需要说给你吧，你不是要点钱，给你，咱们不打仗了不就可以了？你要10万，给你10万。你说凭啥呢？那你打仗试试看哈，死10万人，这个国家要赔多少钱？光金子就100万两，赔不起的。因为你说你养他的孩子一辈子，你看你花多少钱啊？变成这国王永远欠这一批战争死亡和变成残疾人的百姓，知道吗？就是这样的，国王必须这么干的，要不怎么称他的国王爱民如子呢？对不对？所以非常麻烦。说打仗就是烧钱。对，你打完仗哈，你看当年汉武帝，第4代皇帝哈，汉朝的，他之前他们家哈那个钱呐，穿钱的麻绳都放烂了，就那么富贵，整个塞满了无数个的这个钱仓，钱都花不完。但是他打了20年仗之后啊，全国饿死很多人，是把匈奴赶跑了，但是自己的人就是杀敌1000，自伤800呀。对，所以呢，我们用这种放低身段，放柔软，放和平，放慈祥，多说善语。善语就是恭敬语，赞美的语言，对不对？你就别接人家说你有点胖也挺好看，就别说这种话，就别说让人痛苦的话，对不对？说一看你这个善人，哎，你这么说呢，这和长相没啥关系，对不对？哎，我看你就开心啊。这听着舒服，这不听着是舒服的，对不对啊？是吧？为了您下次来哈，我把我自己的工资贴进去，我给你打7折。你看啊，对方一看，哇，彪马那1块钱1尺的布，你看打了7折，变成7毛钱1尺。哎呦，真感谢你，你这么善良，下次买布我还来。把我还带我朋友邻居来。对，所以做生意做事叫柔软。交朋友呢，你工作同事呢，你都把他当做做人和做生意来看待的时候，你就会说话了，好吧？难听的话不要说出口，对不对？赞美的话经常说，那布施的行为经常做，对吧？自己带的饭多来分一点，这是我妈亲手炒的，可香了。真诚的就这样，你不用谦虚，对不对？帮人的时候就要大方一点。对，就是这样。别人说点什么，说啊，你看你有点瘦啊，你的身材不太好啊，你行了吧？你说你的身材还不如我呢，开玩笑那么说哈。对，这还有一种说法说，我爸妈就这样，咋了？我继承下来的，我不觉得是一种惭愧啊，就开玩笑的。你别当成回事儿。别人说你有点胖，你有点黑，哇，我恨你一辈子，那就坏了。所以你做一个善良的人，还有一个宽容的心，才能达到善良的高度，是不是啊？你的心没有准备那么宽大，但是你虽然想着说我用宽容待人，但你心里受不了啊，晚上睡不着觉了，说你胖你睡不着觉了，失眠了，他不像香可，你再说他胖，他使劲睡，活的，还说梦话，就说我不在乎，这样才好。人和人在一起哈，世界上有神，但是很少与神对话，对不对？但能和咱们对话的都是普通人，咱们普通人说话就不可能完美，所以我们不要追求完美，所以我们呢要想成为一个有很多朋友的人呢，说一定要学会接受，学会接受什么呢？不是伤害，而学会接受别人说各种各样的话。苏东坡宋朝的著名诗人，大文豪苏东坡，对不对？那当年也是这样啊，和他那个家乡有个佛印禅师，对不对？有一次给他写信哎呀，我这见到我这一放光，哎呀，我这放光的普照的很大，划着个船，这见这个佛印禅师，佛印禅师他也照着这个讲了一番。我刚才入了禅定之后，哇，看到佛了，看到放光，我全身放光。佛印禅师说放屁，
哎，完了，苏东坡气坏了，再说我宰了你！告诉你，这咱老朋友，我就不宰你了。我生气了，我回家吃饭去。啊，就是人一开始还吹嘛哈，我这个放光之后，我就达到八风吹不动，稳坐紫金台。所以这老菩萨说了一句放屁啊，他说我赶快就回去，我都不理你，我给你断交。他一上了船，老和尚喊了一句一屁打过江啊，说了个放屁，就气成那样子了哈。对，这历史上都记下来了，所以呢，就是我们学宽容啊，事实上心里在宽容，他也学佛呀，也念佛呀，也修法呀，那是法也比较多，但是真正用于自己的生活，让自己内心学会接受它哈，还需要有点时间，所以这是学来的。其实每个人都希望是被赞美和认可，对不对？所以如果我们进行换位思考的时候，你和人说话就学会去发现他的优点，去赞美他的优点，但是不要揭他的弱点。因为你们两个人不是利害关系的话呢，所以你只是这么说，不是在撒谎，其实促进了友好的关系。就算对方有错，所以提意见的时候也讲方式啊，这样的话，你既能够去帮助了对方，也还提了意见，对方还乐意接受，你还交了朋友，你看这多好啊，对不对？用慈悲柔软的心和语言处理这些是是非非和人际关系哈，就是仇人都能变成朋友。太感恩师傅了。对，网友们真的很受用，因为其实很多人留言都说，他们对于沟通上就感觉很有压力，就像那个玲玲啊，就怕说错话，怕得罪人，怕伤人心。对，师傅给我们的指导真是太及时了。对，不能把这事儿当事儿哈，不要提前就已经让自己有压力了哈，那样就让自己喘不过气来哈。好的，我们要不要再选一位？看大家想听吗？还想聊吗？对，越来越多人上线了。再聊一会儿吧，再聊一会儿。大家，我们第一次用这个频道哈。行，再聊一会儿。来，选一选。来选一选。看一看哈。其实你也不知道他什么问题。对。这又开盲盒。去看看，来开盲盒吧。开盲盒。看哦，有一位看一看哈。这个。这个。我看看找一下那个。有一位那个叫这个 Eco Sama 的网友，他说：“师傅好，我想请问，觉得自己在工作、经济上没有什么成就，甚至感情生活，这样的压力，一方面来自于周围环境，另一方面来自于自己。但转换心情和思维，可能一阵子轻松了一些，但是这些压力，时不时还是会来的。那我们该怎么办呢？要怎么才能面对问题时？”既保持平静和乐观，又不会被压力反复影响呢？这位网友您在线吗？这个 Eco Sama 网友，加上了。加上了吗？对，加上了。您可以开麦，跟师傅说一说你的情况。Eco Sama 网友，我看有加上了。您开一下麦，你现在是那个静音状态。左下角那个麦克风那边你点一下。我们也是第一次尝试使用是，对，在习惯的过程中。等一会儿如果觉得没法用的话，我们就只能再找下一位哈。对，我看他Eco Sama 网友，你要开麦说一下吗？喂，你好，你现在还是静音状态哟。开了。喂，师傅好。你好。师傅好，我是一空。你好。你好。我有个问题，关于这个就是压力的这个部分。师傅，就是这个问题，就是关于说，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那有时候会觉得说自己在这个工作上面或者是经济上面，好像
没有到一个一定的成就，甚至说，不管是人际关系、感情生活，那这样子的压力，它其实是一个，也可以说是一个周围环境，也可以说是来自我自己本身的一个这样子的压力。那也是了解说这是一个自己造成的，所以如果可以改变一个心态，它也许可以有所转换。可是这个转换有时候就是，我如果现在想一想，我就换走，那我可能现在就没有这个压力，我就会觉得比较轻松。但其实这个压力会时不时的再回来。那我就想要请教师傅说，那这个事情如果是像这种遇到问题的时候，或者是一些可能比较长期的这个问题，不管是工作上面的成就如何的继续提升，还有这些甚至是一个财富上的积累的这些，因为毕竟这个现实生活的一些经济压力等等都一定会有的。那这个我们要如何去继续，就是不要被这个压力去反复的影响，还是能够继续的保持平静和乐观，甚至说能够有这个智慧，继续的应该说有勇气继续的去面对这个生活。感恩师父。挺好的问题哈。我也不知道怎么回答。你有什么好主意就回答啊。我想请问的话，您现在有工作吗？有的师傅，我现在有工作，一个全职的工作。好的。那现在您或者您的家人这个工作收入还能基本上养家吗？就是一个还行这样子。还行。那还有说有没有一点存款呢？这个就可能在某一种方面的时候，就是一个压力的存在吧。好，那可能我问多了哈。我问的原因呢，因为您说到这些问题哈，第一个收入是您其实最大的一个压力，或者有时候转念想不是压力，没事我多想了，但是经常还会跑回来。其实我觉得您的压力感觉是经济问题哈，所以我才问这个事情啊。其实你在哪里我也不知道啊，可能咱们说话也是第一次这么说话吧哈。还有您的住房是买的还是租的呢？租的。租的。对。应该说租房的租金应该是可以的哈，能够解决。目前是能够解决。那房东对你还可以吧？还行还行。还行啊。对。再有问题就是说，您有成家吗？没有，单身，但我有一对父母。一对父母。对。还有您的身体来说还可以吧？是健康的，一切都还平安，感恩师父。对。四肢健全对吧？对。有读过大学吗？有的。有的。那你最高学历是？大学。大学哈。对。好。您的问题其实我可能说出来比较猛啊，这是我是一个弱点，但是我没有更高的智商来说这件事儿了哈。所以我的比喻呢，你也别生气，好吧？好的，明白师父的话。如果您是一个身心正常健康，又读完大学，又靠自己的收入还能养活父母，你很了不起。感恩师父。就说压力问题呢，是这样的。佛都说呢，这个世界呢，其实他说这句话也不是儿戏哈。他说这个世界其实不是不存在啊，他说是一个虚幻的。他举的例子说，其实人类这个世界就像梦境一样，他说不在就不在了。你火山一爆发，大地震一来，一群人就不在了。你正在工作，头一昏啪倒在地上，如果去世了，立刻世界上就没有了你。所以人生就像个梦一场，
他经不起什么折磨，他说走不让就走了，所以它是一种存在，但是有点虚幻的感觉。您四肢齐全，智慧发达，又有爱你的父母在一起生活，我觉得这是幸福的不得了的事情。你靠自己的智慧和能力养家糊口，养活生养你的父母，你不觉得是一种幸福吗？你是多少人从年少时期就是一个孤儿，还有的孩子给扔到桥底下去，生下来不到30天就扔到桥底下去，亲生父母已经跑了，这活到现在是养父母的。你身体还健康正常，那你看看这个世界上不管哪个国家有多少残疾人，生下来有腿但是不会走路，有多少这么耳聋的哑巴，既听不见也说不出来，有多少人是盲人，这一生离不开一个棍子，用棍子触摸这个土地在走路。但是你看看这样的人，有几个是富人呢？都是最贫穷的人。我在台湾在韩国看到很多盲人是靠按摩给人在生活，但是很晚的时间之后，他在回家的很多路灯都灭了，拿这个棍子在那摸着走，说实在话，一不小心撞到墙掉到水沟里去。他们的生活和你比的话，谁更苦呢？自然是他们，我是幸福的。那你刚才不是说是苦吗？你刚才回答是幸福的。那他们有没有压力？他们有没有压力？有。他的压力比你大还是小？大。他们光走一个正常的路，去上一个厕所，和人有一个交往，他的心理压力、生理压力，现实中的陌生的被撞倒的压力，还有没有信心的这种压力，和你比，他们可能只是你的自信的1/10%、1%而已。所以很多身体残障、残疾的人，他是不自信的，他没有朋友，他没有快乐，但是他必须生存，甚至是眼盲的一个老男人还得养着自己老妈。他们确实没有快乐，但是我是不了解他没有快乐，但是也不一定没有快乐。他工作的动力就是为了养活我自己和我妈，我不去剥削别人。虽然我身有残疾，但是我的心不残疾啊。我每天都是很阳光的，我都给我的同事做出很多的鼓励。很多眼盲的同事，还有半路眼盲的同事就想自杀，对不对？我安慰了他们，所以他才没有死，对不对？我妈都早想死，因为养了我这个残疾儿子，我养活了我妈，我妈也没有死，而且很长寿，为此我很快乐。我们手脚齐全，智慧发达，有着亲爹妈在一起伺候着，我们觉得我很烦，我很有压力。我是说你的压力不是你凭空想象的，是有压力的，但是这些东西就是一个意念，一个念头来认为的说这是压力，我怎么办？请你不要见到残疾人，你见到残疾人才知道自己在撒娇，根本不是什么压力，是你自己认为的，这就是一种压力，这就是一种痛苦，这是不如别人，这些都是妄想。在佛门修行来说，这叫妄念。自己对事物、对价值观、对眼前的景象不满意而生出的一种妄念，这种妄念就是虚假中的虚假，把它当做一个屁放出来就好了。是了解师父。其实我最主要可能是我会害怕，觉得我好像没有这个能力可以把父母照顾好。我现在没有跟我父母住在一起。你尽量去照顾吧，因为最宝贵的时候是因为失去才觉得宝贵，而存在的时候有的时候觉得是一种压力。你没有在一起，应该说有你的具体的一个
重要的理由啊，我没有任何责怪的意思。但是能够照顾到父母，甚至有点年龄之后，还父母双全都存在的话，我觉得这是人生最大的幸福。神的世界我不知道，但是人的世界，这个确实是这样子的。因为这个世界上其实最爱你的人，其实就是你的父母，不管自己认为是什么样的，这是我经过大量调查之后的总结。是这个我非常的同意。我也就是我很爱我父母，所以我会怕说，我好像没有让他们就是很舒服。我觉得呢，这些事情都是由心念，你的意念中那一刹那来决定的。你对父母有一种感恩的心，你的言行一切就让父母就觉得是舒服的，是一种人生的一种享受，活在一种充满了爱的这个环境里头。当我心里少了那份感恩心的时候，所以我们的表现呢、语言呢，就可能会变得生硬，甚至不负责任，甚至是冷漠，甚至说谁欠谁的啊，都会有这些意念产生。这不是什么错误，是众生的妄念。所以说，把自己的心调整一下，用感恩的心看待父母的养育之恩的时候，我觉得你能够去孝顺他、恭敬他，你就会感觉到快乐，你全身都放松了，你得病的细胞得到重新的修复，就那个健康瞬间就会产生，你的幸福感瞬间就能产生。对你的工作的幸福感，你的工作的创造力和能量，立刻就充满了全身了。所以有一个感恩心，让我们生出了这个万能的能量，这多好呀！是，我相信你会做得很好的。感恩师父。希望你有一个真正感恩、幸福、健康、快乐的幸福家庭。谢谢你。收到，感恩师父。感恩师父。现在有1个半小时了哈。对，师父。行，我们刚开始聊了哈。再选一位。再选一位。对，网友们的问题都是五花八门的。来吧，无所谓，无所谓。刚才有一位网友留言，他叫 Miss Soton。他说我去年11月的时候加入一家很大的公司，然后刚刚进来的时候呢，我就告诉自己要好好学习一切，打算一直做到退休。但是进来之后呢，我就遇到很多的困难。原本要交接工作的那个人没有好好把事情交给我，而现在我密切合作的2位同事，一个是小人，经常在背后说别人坏话，但老板很喜欢他。他常常投诉别人，老板还特别偏袒他。另外一个呢，是个很强势的人，总是喜欢指挥别人做事。我在这样的环境下工作，感到很大的压力，但我其实很喜欢自己的工作。虽然没有人真正教我，我都是自己摸索学习，一步一步找出该怎么做。我也明白自己需要继续留下来做下去，但我真的感到很压抑和焦虑。请问师父，我该如何调整自己的心态，在这样的环境里继续工作，而不被这些人影响呢？我们看看这位网友 Miss Soton， 您在不在线哦？你也可以开麦自己补充一下。对，苏通小姐。苏通小姐。苏通在不在？他反正在这边留言，我看他还没有。你可以 request speaker。对，但他的问题基本是关于他就是在工作上，遇到的同事之间的关系。这些都没什么好奇的，那都是比较普通的问题。哦，他上来了。来了哈。师你好。父好。你好，苏通，你好。对，是苏通。好，你的问题就这样，你可以叙述一下也可以哈。是这样的，所以因为像可师姐已经把我的问题已经念出来了，可能我稍微补充一下，因为
这份公司真的很大，然后我也真的很喜欢在这公司做工，但是我的这些同事呢，真的是我在工作上这两位是我没看过的类型的，太有一点难搞，所以也是有时候觉得很辛苦，又不想要去工作上面对到他们，又想要逃避的感觉。但我特别的喜欢我现在做的事情，然后我也是觉得会很有前途，因为老板也是有跟我讲说，你应该去读一下我们类似的courses 来补充你工作上的事情，对，之后就请对有让我配对，然后就唯独这两位，我觉得我不能，我无法去应付他们。对，就觉得很压力。好的，我问你，我不想讨论你的秘密，但是为了能够假设能给你提供一些好的建议，我确实要问一点问题。请问您的年龄，大约也可以。今年40。我肯定问今年的。我这不是一个很大的秘密，所以我没问题。因为反正咱们见不着面，大家都不知道你是谁哈。其实我也不清楚你的脸长什么样子。40岁啊。对。也就是你，毕竟不是一个青春少女了哈。不管你有没有结婚哈，不是青春少女了。对，不是。我觉得你一个是进入一个好公司，第二个遇上好老板，老板还那么关心你，我觉得这个足可以让你幸福的在这公司工作下去。我现在让你做一个选择题，你遇上这两个小人，我给你建议是：第一个，愤然起义登上梁山，离开这家公司。好吧，我给你介绍一个菲律宾公司，好吧？菲律宾公司很好，有机会到美国给人去打扫卫生啊。那还有就是说，留在这个公司继续受气。请做选择。这种情况之下，我是选择留在这间公司继续受气。这说明我不知道是你的心胸大还是为了钱哈。为了钱。所以为了钱，心胸要变大。对。OK， 了解。对。还有一个哈，就从整个一个人生来说哈，这个苏通，这就是你的学习的功课呀。你把这两个人应付不好，搞不定的话，你很难提升。我觉得上天给你这个考试和学习的机会。我通常永远都是把我所有遇到的，尤其是烦恼让自己不开心、不能够接受的事情，我说谢谢上天，谢谢佛祖，又一次让我学习。我用学习的心，但是我不是用排斥和憎恨的心。也许这是我，你说那是你的事儿，那不是我的事儿。其实大家不都是遇到了麻烦吗？我也遇到麻烦，也遇到生气，也让自己很沮丧的时候。是吧？你教的徒弟不听你的话，是吧？你不就生气吗？对不对？甚至还坑你、狼你，是吧？把我的面包偷吃了，是吧？我也很生气。所以要把当做是一个学习的机会，就你本来把一个假象当成真相了，周通。这些都是给你上课的好老师。你也看透了他，就说明他并不高明啊。他奸都是小奸而不成大器，所以才成了个员工。但是如果你够高明，你还被一个这么小人刁难吗？你应该3下5除2，像成龙一样，2脚就把他解决了。好。
至少精神上你已经把它解决了，对不对？再用一些方法。小人最怕的是赞美，他折磨别人折磨惯了，他骂你，你就赞美他，放低自己的身段。那因为在佛教这修叫无我，那你呢太在乎我了，所以我都怀疑你是不是长得是又高又胖啊？对不起 ，sorry，因为身材太大，所以不能忽视自己的存在，对不对？所以佛教说有无我，我们活得像小蚂蚁一样的卑微，你就没有受气的感觉。所有的受气都是在锻炼我，所有的责难都在成就我。谢谢你，但是我还不跟你作对，我还是对你好。那你过去8月15有没有请他吃月饼呢？如果没有，请继续学习啊，请补上下一个节日的礼物，好吗？圣诞节的。好，请你学会，人的一生哈，与好友同行，与亲人同行，与爱情同行，与佛同行，还要与魔鬼同行。如果这样都能够平安无事的走一段路，我觉得这是最好的学习。人生弄不好就是苦难的，你的学习要永远有个学习的心，而不是一个痛苦的不得已接受的心。所以要勇敢的去前行，无论与谁同行，我都是一个很好的伴侣。我要很好的去总结我这一段时间的想法、我的心态和我的行为，把自己的心放得平静，放得卑微。而无论你眼前看到的是坏人、敌人还是魔鬼，请把它抬高，看高放高。你舍不吃的点心，请买给他，节日都有小礼物。能够把几个小人搞定处理好，这是才开始闯江湖做人的最基本的智慧。否则你就不能提升，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大主管，不能成为一个上将军。几个小人的关你都过不了。我最佩服的中国古代的兵圣叫啥来着？韩信。韩信在没有成为将军的时候，对不对？胯下之辱，他们村子那个富人家的孩子就说了：“小子，你这么整天好吃懒做，人家也是误会啊。你说你作为一个年轻的男人，你不好好去耕种，或者经商也可以啊，啥都不干，拿这个破书天天在那装模作样骗吃骗喝，全村的人家的饭你都吃过了。你以为你是出家人吗？我就看不惯你这种混蛋东西。今天我妈给你做的拉面，你也想吃可以，从我裤裆下钻过去，碗就放在那面，你有面吃，否则你就挨饿吧。你到别的村去要饭去。”韩信，我不知道当时怎么想的，这么一个动作又不是高难动作，我就爬过去就算了。啊，吃饱要还是对的。对，但是仅仅过了3年半的时间，韩信带着60万大军回到了家乡。哎呀，这个人吓得吧，就躲在一个枯井里头。说这个混子怎么变成今天这么伟大了？上将军，他来的这个带的军队能把整个全村的整个的这个田地都塞满了。这不用打我呀，每个人瞪我一眼都死了。韩信，有的人说他是个小人，他怎么安排的胯下之辱的这个家伙呢？说你妈是个善良的人，说明你的 DNA 之中还是有善良的基因。第二个，你勇敢的说实话，你误以为我是一个好吃懒做的人，就说明你还是有正念的人。你这句话一直鞭策着我，所以让我努力的学呀，我才有今天。
啊，为了报答你呢，我让你做咱们县的警察局局长，看送他300亩地还，这是什么心胸啊？以德报怨。人家有这个心胸，才成为了历史上留下大名的上将军。在中国的军事历史上，如果是评第一的话，那只有韩信。非他莫属。看多大的心胸啊！所以韩信在给他回到家乡的时候才20多岁，23岁左右。对，你都40了呀，还撒娇，还没认识到这是一种学习呀。我跟你说，公司很好，你老板对你这么好，所以你更应该提升自己的心胸和对他人的沟通能力，乃至这种人际关系的这种把握。这点事情解决不好，你很难升华呀。希望你能听懂。听懂，感恩师父。有难度哈，需要好好想想啊。那师傅讲的太好了。是。好了，这个事儿就说到这儿，下一个，最后一个。感恩师傅。好，今天网友们好幸福哦。来，还有好多人在排着队，我们看看尽量选嘛。行。这边呢？等一下啊。好，那我们现在来随机选一位网友，有一位屈威利，现在看一下。屈威利，您一会儿可以开麦问一下您的问题。他还在连接中。还没连上，等一下哈。是在静音吗？还是？不是，他还在连上，他这个没连上。speaker。如果他联系不到，咱们找下一位。对，找下一位吧。他连上了。连上了。屈威利，您可以开麦，就是请教师傅您的问题。就是要解除一下静音，左下角的那个麦克风按钮，你要把它解开。师傅你好，师傅你好。你好，请你可以讲了。你又静音了，屈威利。可是我没有听到声音，它有点回音。你那个手机离嘴巴近一点哈。对，然后下一位他连上了。屈威利，您可以开麦，就是你那边是不是另外一台手机在播放呀？
师傅，我只听要解除一下静音左下角的那个麦克风。哦，对你这边在回放。那换下一位吧。好，那我们换下一位哈，可能你有一点那个技术问题。好，那我师傅们你好，下一个啊。是吧？好，那下一位我们这位金财猫网友哈，您可以开麦说了。金财猫，哎，能很清楚。哎，师傅你好，哎呀，听到师傅声音真开心呐。你好，请讲问题哈。我的压力主要是来自于我儿子大学毕业呢，他就是不找工作。他从小在北美长大，然后在北美上的大学，毕业后呢，他大3的时候工作了1年，然后他就是在疫情之前呢，到硅谷工作了短暂的一段时间，然后就疫情爆发了。爆发后他回来就去读了一个硕士，没读完，还有几门他就不读了。然后现在在家躺平，就不找工作。所以说我和他爸跟他说了，讲了好多，谈了好多话，做过无数工作，但是他就是躺平，不发简历，不找工作。现在就是很发愁，请教师傅，那怎么办呢？这种情况实在没办法了。其实就是我的方法都是比较土的哈，就是我在那个抗日电影之中那个学的哈。第一，往里喷辣椒水啊，辣椒粉末啊。第二呢，就是有些大小便往里灌一灌。第3个，把信用卡收回来。第4个，断网。但是要同时一天做。都是一天做，他那就发疯了。我们以前做没这么极端，师傅。没这么极端的话，他关键是你有没发疯啊？我差不多，他把我逼疯了，我爸和他爸快逼疯了。所以你要把他逼疯才能出屋啊。他后来把自己锁在门里，不跟我们沟通了，就那种半极端的，打了折扣的那种。然后呢，后来我们就放弃了。所以我的问题是，你有没有给他信用卡？没有，但是他爸每个月给他转账。我是说哈，我说实话哈，我说实话，因为咱们毕竟远距离聊天哈。你们都是充满着爱心的爸爸妈妈，但是这份爱害死了孩子。闷在家里不出来躺平的人，都是父母亲有钱给他花。你说不用断网，只要断了钱，他立刻就出来了。还不出屋，他点外卖，当然是就来了，都花的你们的钱呢。是这个爸爸妈妈这个爱的不知道哪个方向，不知道对错，知道吗？你的孩子是在溺爱中长大的，一定上的是比较好的学校，知道吗？对。只要花钱能解决的，你们都给他解决了，所以他就没有这个抗压的这个能力。只要断了钱，他不可能不出来，而在家里找吃的还没有。你们都出去吃才行的，你看他出不出门？你饿他3天，虽然饿不死哈，他如果有机会报警也可以，那警察能把他带出来，他自己也能爬出来，好吧？你在这有吃有喝，谁不躺平了呀？都是爹妈给害的呀。所以说，我们前面开个班结业的时候说，留给孩子很多的钱，让他们躺平了。本来是一个四肢健全、聪明伶俐的孩子，最后变成一个大虫子，躺在一个好吃的木头里，天天啃木头。我只要有饭吃，谁出来干活啊？你要有这个勇气哈。在新加坡有一个朋友，他孩子就这样，我就让我们同学用类似这些招就给他弄出来了。我那第一招就是往里扔鞭炮，点着之后扔了10串就出来了哈。当然这个方法看似有点损嘛，但是特别有效。就是说你进屋去睡啊，他下头说我可不敢，
进去不知哪一会儿又扔鞭炮进来，所以他就不锁进去。后来他去工作的还挺好的，后来他理解了这个事儿，还来禅堂拜佛啊。对，他越窝在家里哈，其实他是越没成就感。对啊，因为现在也不方便嘛，这方便，那你儿子见了我揍他一顿，什么都解决了就。哎呀，我希望师傅来揍他一顿。所以我只能念咒吧哈。那个师傅祈求师傅加持他，push 他一下，让他去找工作，好不好啊？不行，我只能念咒啊。这个就是说，你们第一个，你要这个要勇敢哈。请把钱给断了。好吧。好的。你们这个作为爸爸妈妈呢，这个好心呢，我们都知道了。但是这种好心呢，那你遇上了这样的孩子啊，其实这孩子也不是个坏人，他脆弱了。他脆弱的原因是，他连包括读书干嘛的，有足够的钱供着他的时候，其实是这个事情造成的。贫苦家庭在留学的时候，是一边打工一边留学，学费和住宿费都是自己挣出来的。你们这孩子根本就没弄这些事儿，光知道去花钱，碰到一点钉子，碰到一点这个所谓的不顺心的事儿，就把自己这么藏起来，这叫没有耐性啊！我们修行就是要增加自己的耐力，增加自己的宽容力，增加自己忍受折磨的这个能力啊！像美国海豹突击队那样的，抱着个大木头就不放下，是吧？练这个耐力，咱走八卦也不能停啊！说你总宠着自己10分钟，又喝水又撒尿，完了又再走10分钟，你这下来之后，这八卦没用的啊！你形成了一种惯养自己的习惯了。所以你的孩子，你要想改，你也不用拜佛，也不用去干嘛。你第一断钱，在同一天哈；第二断网，听到啊；第三断粮，好；第四。他不管说我要割腕，我要上吊，我要自杀，我要跳海，随便，反正爸妈不会再给你提供这些优待的条件了。那你想把我们杀了，刀就在那放着，你自己看，自己决定。你要活得出来才可以。你要活不出来，我就是说，你的孩子，我现在感觉其实他是个很善良的人。他就是这种抗压力，这个度是不够。对，当今这种孩子弄得比较多了，都是父母亲对他太好了。这个3段必须要做到。你也做不到，释迦牟尼佛来到你们家也解决不了他。这是种懦弱。好吧。知道。对，你就完了，把那个号全给他关了，密码全换了。你就是抢出这卡来，你也刷不了卡。在屋里饿不死，吃香的喝辣的，那谁出来？我也不出来。我也遇上你是我的父母，我也不出来。人就是这样的。其实你的所谓优越的这个条件哈，就会让人就会变成是脆弱无知啊。你这个父母没有父母的，是吗？父母是残疾的，这孩子可勤快了，就是。所以人生成就不光是聪明，而是其实是那种耐力。这种抗造能力。像你今天提到这个问题啊，其实很多人有这个问题了，就是家庭父母对你太好了，好吧？你如果做不到这一点断，你也不勇敢的把它断下去，你的孩子没人救得了。你要狠，甚至说你从这个家咱们租个房子，你们不回来了，任你偷吧，任你拿吧。你拿完了之后还有啥？还有就是你别搬出去。第一，绝不给卡；第二个，有给他卡号，再把它关掉，换了密码不能再用，好吧？还有呢，把网线断掉。说你必须自己出去努力，你努力我们就帮你，你不努力没法再给你钱了。你就这么讲，好吧？甚至你跟他说我这么说的，让他恨你恨我吧。我不能说万人恨，我不能说师傅说的，教我的。我不怕，我相信刘胡兰只有这一条路，没有别的，好吧？好的，谢谢师傅。对，像这种孩子，其实我帮了不少，有人能出来，我们有时候通过话聊个天哈，很快就把他修理好了，好吧？
是，我这差点想把他带到师傅面前，让师傅修理他。你还差一点，你带得出来吗？你还差一点，人家不出门啊，大姐，人家不出门啊。是，是，他有机会我会通个话，应该对他是有帮助的。他是5岁在这边长大，他有时候理解不了中文，就这点就有点麻烦。那我用法文，我法文还可以。行，没问题，没问题。我知道师傅一定会加持我儿子的，一定他会找到工作的。找工作，找老婆啊，让他挣钱啊。好的，好的。如果他再不出来，我就开始做法了哈。谢谢师傅帮助。好。还是出来吧，1个礼拜之内必须出来，否则我就会放东西放到他的房间里去。太好了。他要深受折磨哈。哎呀，他可能不一定能接受得了师傅的打击。就赶快出来。那就看他的悟性了。哎呀，他这孩子就是不知道咋回事儿，搞不清楚。我要跟师傅做邻居就好了，师傅随时可以敲打他的。做邻居哈，不用做邻居，只要在一个城市，我就把他弄出来了。一招把他搞定了，就是你们尝试着，喷一些辣椒水啥的，这是很有效的，好吧？再断了网啊。好的，好的。你这个时候要豁得出来，就像说这有病做手术一个道理嘛。咱们聊天这么聊着，觉得很可笑，其实不可笑。一定要用比较快速的方法把他从屋里赶出来。对。再给他尤其是中讲道理的话就可以了，好吧？是的，是的。对。好了，希望你的儿子呢真正的能够懂事哈，走出来啊。好的，师傅收到了。希望有个幸福的家庭。收到，感恩师傅帮助。好的，好，谢谢。谢谢师傅。好了，那咱们现在聊了差不多2个小时了哈。对，时间过得好快啊。对，咱们第一次呢用这个 X 频道哈，这个语音聊天，我觉得看看大家听的那个声音还可以吧？我们这边呢现在网络还挺稳当，也可以哈。有些地方听不清呢，我觉得是你那个地方当地那个网线可能不太好，当地的网线和讯号不太好。如果你在好一点的网线的地方呢，应该还是挺顺滑的哈。网友们说那个声音都挺清晰的，还可以哈。对，就是有一些网友们，因为我们今天是通过 X 开启这个聊天嘛，然后在 YouTube 上有转播，然后我们在 YouTube 上有一些网友就在问，今天怎么那么多幸运的人，他可以跟师傅直接连上线呢？他解释一下呀。是，就是我们现在在用 X 做这个语音聊天直播哈，所以网友们，如果你要有这个机会那么幸运去跟师傅面对面聊天啊，通过语音这样子去直接请教您的问题，那你要注册一个 X 的账号。就是挺简单的，就是你可以找你附近就是比较熟悉电脑的年轻人去帮忙，基本上用手机或者邮箱就可以做注册一个账号。然后如果说我们在上面有发直播的通知跟链接，你可以加入，然后在 X 上才有机会去开麦聊天。平时你在 YouTube 你可以观看，但是就是没有机会去直接聊天。我们脸书上应该有一个介绍注册 X 频道的这样的一个短视频，对吧？有对，你看哈，就是脸书上再重贴一下哈。我们会再重贴一下大家看看说怎么样上来注册。是，其实是蛮容易的如果注册完了，就是每个人都可以上来申请聊天，对吧？没错的，师傅，就是在我们聊天会之前，我们在 X 频道上会开启一个链接，大家点击那个当时的活动链接进入就可以了当然，首先要注册，所以就先上师傅的这个脸书去找这个学习注册的小视频我们注册了以后呢，下期我们直播的时候就可以有更多的网友一起来参与，有机会和师傅这样1对1的聊天，得到师傅的指导。就是我们用这个 X 这个频道呢，就会说会和过去的频道不一样，
也与这个 X 这个平台呢，它的一些这种方便性啊，这个差别的不同，功能的不同，所以我们也用不同的。像这个聊天的话，别的频道没有这么方便，对，这个频道就比较开放，比较民主自由哈，就是反正说啥的都有，都是可以的哈，所以这是比较宽容大量一些哈，所以我们才有这样的一个聊天机会哈。那么之后我们会经常会聊，我是想下一次还可以再继续聊关于压力的问题。好啊，大家有相关的问题，到时候你准备好了之后，你就打开语音，咱就聊，好吧？哎，那当然也有的时候问题也会延伸哈。对，所以因为每个人这个各种的压力都有各种的原因。哎，我们大家聊一聊，分析一下的话，应该很好。就我们一起来听的这些听众朋友呢，也会把你的看法呢会写出来啊。那有压力的朋友呢，上来读一读，可能就能解脱。可能是很好的一个参考啊。是，对。那所以呢，再重申一下，就是我讲的东西不是什么圣旨哈，也没人当圣旨，就是我觉得要轻松的、快乐的，能给大家提出一些不同的观点和看法啊。就希望呢，大家能够认识问题和最好的结果就是解决好这些问题啊，这是我们聊天的目的。当然我们不仅仅聊这个问题哈，还有其他的内容，非常非常好的。所以有些最新最前沿的一些内容呢，我们都会在这个 X 平台来进行这个播放或者是学习哈。看看还有啥给大家介绍的？就是下一期直播的时间。下一期直播时间哈，咱们要确定下来吗？或者之后大家看一下脸书我们发的直播预告。对，好的。等我们欢迎很多网友还没注册嘛哈，到这个 YouTube 上看看那个注册的方法哈。注册的人多一点，我们给你点时间哈。看看是下个周六周日还是再下一个哈。都是有机会的。因为很方便的啊，我要直播，我随时就会打开看啊，打开播。所以今天听到的朋友呢，你赶快上来注册哈。注册好了之后呢，我相信会在这边会有很多很新颖的，包括这个 X 平台呢，它里头真是很庞大的哈。对，这里面本来也是很多全世界五花八门的内容都有的啊，很有意思啊。欢迎大家呢注册加入这个频道哈。也非常感恩大家对我的支持哈。我们提到的问题，希望大家踊跃的提问题和发言哈，这样我们一起来讨论。我觉得讨论本身不在于解决问题我觉得讨论本身是快乐幸福的。就今天很多网友也在网络上发表了今天听师傅直播的这个受益哈，师傅。你看这个开论说今天听到学到顿悟到了许多很多迷惑不解的情绪突然就明了了，感恩师傅。还有这个富贵娃娃说我喜欢师傅指点的学习与魔同行，非常高的境界啊，感恩师傅的慈悲教导。还有一位人这一生，你有几次机会与佛同行的？几乎没有嘛。是吧？你是遇到的不是小人就是坏人。是不是啊？要么妖魔鬼怪。对不对？还有很多说一开始看他是个善良的菩萨，最后走到一起结了婚才发现对方是个妖怪。是不是啊？离了婚的孩子有没有妈？说不离婚嘛，你只能与魔同行，对不对？所以有很多这种关系，就是你要学会认识和接受，还要走好，说是不容易的，这就是人生。好吧，感恩师傅。所以我很多的观点也是挺歪的。你看还有网友说这个开智慧了，学会了去面对障碍我们人生中的小人来提升自我，感恩师父。小人都是咱的恩人呐。是。对。好的。真小人呢，智商都比咱高，能力都比咱强，是不是啊？他的磨难我们学习了，我们接受了，也在提升我们的智慧啊。所以这个我这个想法不是牵强的，而是要有个学习心态之后，你就重新是这样认识这个问题了。那你们的关系相处呢就会好了。你不要总让这个小人天天折磨你，对不对？小人不折磨你，
这才是好的。所以人生的这个过程就是一个学习的过程，要不断的学习，才能让自己觉悟，再到解脱。否则的话，就被人生之中，也许本来就是个假象，假象中的妖魔，让我们痛苦、折磨难受，何苦呢？重新看待这个事情，好吧？一切都是有缘，一切都是在提升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叫做善缘。你最初以为这是恶缘，你再要转念成为说这是我的善缘。因为它让我觉悟了，因为它让我学习我要谨言慎行，因为它我学会了尊重，是吧？磨难是使人生成就的法宝。对，其实释迦佛当初说的是叫啥来？什么即菩提？烦恼即菩提。你看看不就是一样吗？我也当时这么说，可是咱没那么高境界，不会这么说，对不对？我经常跟师父这样说。所以这个烦恼呢，其实是让我们成就的，让咱觉悟的，对不对？所以我们还要善待自己遇到的这个烦恼，或者你认为的小人、恶人、奸人，你觉得他奸，只能说自己笨，对不对？你要向奸人学习。如果你比他更奸，那当然不能这么学，对不对？我比他更智慧、更宽容，那小人就不给你出招和放箭了，对不对？这叫本事啊！所以还要学会与鬼同行，与魔同行，与佛同行啊！你可以变成忧郁症了，就刚才那个宝宝一样，躲在家里不出来，还天天留学，4岁出家，出的啥玩意儿啊？最后弄成一个大白虫，没有能力，没有胆识面对整个人生，对不对？我们学佛就是在学做人哈。所以学佛学做人，让我们勇敢的去面对人生，把一切的挫折磨难都当做自己学习提升的机会。佛说，那个斩铁如泥的宝剑千万次把它塞进火里，把它溶解了，再放到冷水里，再去冷榨，再去千锤百炼，是不是啊？10年磨一剑呐，这一剑呢，能够天下无敌哈，所以他都是经过这个大冷、大热、大痛，天天被捶打，这经过了10年以上的千锤百炼之后，你才有所成就。咱们人都是如此啊，所以重新看待磨难。佛说烦恼即菩提。好，谢谢大家，大家晚安，咱们下次直播再见，谢谢大家，感恩师父，感谢大家的支持。好，大家吉祥如意，收到，健康长寿，收到，智慧充满，收到，幸福欢乐，收到，再见，感恩师父。让我与您相遇，小小的红点里，人生就此欢喜。我快乐了，我健康了，我幸福了，我美丽了。在茫茫人海之中，让我与您相遇，小小的红点里，人生变得神奇。